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2日，明天呢就是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节安康。那16点07分呢，在这里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0.54%的下跌。这个下跌呢是在我们预期当中的因为美股在周线级别上看我的图周线级别上出现下跌吸油之后发生日线级别反弹，符合这个 K 线吸油战法时间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发生了调整这个调整呢，我认为目前来说还是处在一个小时线的调整震荡区间这个时间级别上的调整还没有调整完毕。总的来说呢，我认为这轮美股的行情在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容易在这里出现一个震荡如果能够发生震荡呢，那对比特币的行情就目前的结构来看是对比特币的行情、比特币的价格是有利的。同时呢，我们在比特币的价格上观察到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在焦点位这里发生了很多变盘的动作。当前形成的收敛结构对比特币的价格的稳定性对它的价格稳定性起了决定性作用首先呢，我们不是美股涨，比特币不涨，而是美股涨完之后，美股发生日线级别反弹之后，比特币在震荡完成之后，异步同步了美股的上涨异步同步了美股的上涨。但是我们观察到了，美股一旦出现调整，那比特币的调整幅度是巨大的从现在的盘面上我们能看到比特币在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这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呢是在这里首先呢是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你看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是在我们预期之内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我们认为盘面容易出现至少4小时级别反弹。这个反弹呢，如果延续下去的话，很容易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当然，当前形成的4小时级别反弹，在昨天晚上被同样的同等时间级别的4小时级别的下跌。首先这里悟空阴线悟空阴线组后面这是悟空阴线的首阴首阴线第一个阴线，然后后面是悟空阴线要杀死的妖怪悟空阴线组形成之后，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我们看到了当前观察的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的那这里呢有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同时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下跌吸油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结构这样的对称性结构对多空两方面都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同时呢，在这样的盘面当中呢多空双杀这样的结构呢构成了多空双杀这个盘面当中出现了2个多空双杀的东西。第一个多空双杀呢是在行情出现低点之后26591出现之后，正常反弹之后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震荡过程当中，我就说了，容易出现一个什么结构呢？容易出现一个左低右高的结构或者是左高右低的底部结构。这样的底部结构呢都是诱空，诱空之后拉升杀死空头但是呢这波行情的惨烈程度超出我的想象超出我的想象的原因呢，就是在当前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正常的盘面它应该做一个小时线的调整像这波小时线的调整结束之后呢，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日线的反弹就是我们说的周线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出现了1小时回调之后，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容易生长出日线的反弹最终呢构成周线下跌和日线反弹也就是类似于美股这样的
啊，美股你们看周线下跌吸油完成之后你看这里周线下跌吸油完成之后，这个位置这个是大阳线，周线级别的大阳线，事实上呢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应该是这种行情是对的一般来说呢都会构成这种周线下跌日线反弹，但是目前比特币走的非常弱势非常弱势，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上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阻力位33000美金我一直在提的33000美金是这轮一整轮行情牛熊更替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是从去年1月至今一直压过来的我们看这轮反弹4.2级别反弹高点大概是在32500，距离上方压力位只有500美金只有500美金，所以呢出现弱势的回打动作。同时我们观察到了盘面当中这样的4.2级别反弹4.2级别下跌对称性的上涨和下跌是对行情当中多空两方面局同时的绞杀。那么当前盘面上我们还有一个支撑结构这个支撑结构呢，我们在行情当中可以观察到是由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时间级别看一眼4小时级别波谷连线构成的一直延伸过来昨天晚上呢这根线就起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支撑位大概在29502950。所以呢这轮行情如果不发生日线级别反弹怎么做呢？在跌破2900之后顺势去做空。如果发生极端弱势的情况，目前来看比特币是弱势的因为对照美股已经发生日线级别反弹，但是比特币没有发生日线级别反弹。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跌破2900可以考虑追空。那么行情在多头方向上有没有希望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在当前行情当中美股在日线反弹之后当前时间是在做这个小时线的震荡小时线调整之后容易发生震荡美股在震荡过程当中对比特币构成一个温和的影响。同时呢在下跌之后这个下跌呢是4小时级别下跌，下跌幅度非常巨大我们测量一下，下跌幅度达到了接近10%，这样的下跌呢形成了一个伤口这样的伤口呢类似于我们的手被划了一道伤口之后，我们要用另一只手去捂住它的时候你的血会止住呢，也就是说容易发生反弹，但反弹之后呢，你这个伤口还继续流血，然后你去医院去包扎，但是还是很疼，然后缓慢的你的伤口被止住血了，最终呢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呢，容易发生突破。但行情整体来说是处在下行结构当中的，所以呢要积极的去布局空单周线级别下跌吸收之后所有的反弹最大时间级别我认为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当前呢只做了4小时级别的，如果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日线级别反弹，行情还是要继续下跌的。所以呢我们参考刚才提到的一个阻力位这个阻力位大概是33000，如果能够发生日线级别反弹33000到35000区间，这个区间呢是布局空单的时间节点和价格节点行情上呢只有3个东西：趋势、位置和你的仓位所以呢在当前时间点耐心的等待你的可以进场的点位然后布局好你的仓位即可。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当前结构首先我们研究以太坊要认真去解读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交易对上我们在日线上看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收敛三角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形成的收敛三角呢，在焦点位发生了下跌。焦点位发生的下跌呢，是很不容易回弹上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焦点位是一个黑洞嘛，我们在前面的行情分析当中提到了，焦点位是一个黑洞你看在黑洞里面吐出来的东西，对这个黑洞就失去了吸引力的作用，就不容易把价格吸引回来，所以在焦点位上发生的下跌呢，不容易反弹。所以目前我们观察到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非常弱势非常弱势。同时在4小时结构上，我们打到4小时结构去看以太坊的这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正式反弹到了焦点位这个位置
啊，反弹到焦点位这个位置发生下跌啊。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啊，这里的下跌啊也是4小时级别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阴线组啊，这个悟空阴线组比较复杂，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这根下影线的啊唐僧阴线组啊。这样呢，我们观察到啊，以太坊非常弱势于比特币。同时呢，以太坊上方结构当中波峰连线啊，在19450啊1950这个位置上啊1950这个位置上构成了反弹过程当中的一个压力位啊，这是一个压力区间啊。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啊，那波谷连线呢同时构成了一个压力，这样呢，它的压力区间就位于1950到2050这个区间啊，在这个区间上，那在形成了一个左高右低的结构之后啊，反弹发生对空头进行绞杀完成之后，在这个我们看啊焦点位这里对多头又再次进行了绞杀，所以呢以太坊的走势非常凶险啊，更证明了以太坊相当于比特币的一个弱势啊。我们在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里就可以看到，以太坊呢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走势当中啊，已经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下跌，同时呢正在酝酿啊，这是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啊，可以看到这里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呢，它容易走一个周线下跌，周线呢目前已经走到8阶这里，这是悟空阴线啊，这是8阶阴线组，然后呢往下走沙僧唐僧啊，沙僧唐僧，最终呢形成一个对称结构。这个对称结构呢，我们可以以这边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下去啊，所以呢，在未来的几周之内，我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是非常弱势的啊，非常弱势的。但是这里啊，同比特币同步的是，如果美股出现震荡的行情啊，如果以太坊不出现新低的情况下啊，再次发生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啊，对这个上涨和下跌形成修复啊，同时呢，形成一个对称关系。你看这里下跌是这样的，上涨是这样的，下跌同步了这里的下跌，形成平行结构。那这里的上涨呢，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平行的上涨啊，所以呢，做空的位置很重要啊。如果到达1950到$2000这个压力线附近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位置，耐心等待这个位置。以太坊啊，经常同步于比特币，但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观察到了以太坊是弱势于比特币的，这一点呢要非常重视。同时呢，我认为在这样的弱势情况下，做空以太坊是要好于做空比特币的，获利的空间呢会更大一些。因为上一轮行情当中呢，以太坊最大跌幅95%，那这轮行情呢，上一轮行情以太坊最大跌幅95%，比特币最大跌幅85%啊，所以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认为空头方向啊更容易获利的是以太坊，甚至是以太坊旗下的众多山寨币啊，还有很大的获利空间啊，对于空头方向。那今天我看到了一个 FTT 目前排名啊 ，FTX 交易所目前排名要高于 Coinbase 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观察了FTT 就是 FTX 交易所的这个平台币，类似于 BNB 啊，它是有价值的，但是它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凶狠的下跌趋势啊，它的下跌趋势呢是要强于以太坊的，就是它跌的比以太坊多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以对它进行做空啊，虽然它排名靠前了，但是它的下跌趋势依然存在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它的下跌幅度会超过95%，如果到达95%呢？将达到$4以下啊！当然了，我看到这个位置上周线级别这个位置上是有停台的，所以呢，我认为抄底它和做空的目标位是在$8啊，是在$8。到达$8以后呢，可以缓慢的进行抄底啊。虽然最终的目标位可能会到达$3啊，但是呢，我认为$8以下开始抄底是安全的，是没有什么太大风险的。毕竟啊，这个价值币的产生都是产生于熊市，像那个上一轮 BNB 的价值发现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熊市的波动当中
啊，所以呢，你可以做空它啊，做空它到年底12月份，如果跌破$8之后，可以缓慢的进行抄底它的现货啊。同时，希望可以布局一些低倍的杠杆啊，避免在它的日线或者小日线波动当中啊被爆仓啊。所以耐心布局啊，耐心做这个行情，是比较容易稳定获利的啊。山寨这两天呢，Link、Near 啊，这两个币种是比较强势的啊，更强势一些呢是 Waves 在做这个周线下跌吸油之后啊，它试图完成一个日线的反弹啊，在这个位置上试图完成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在5月4日出现了一个标志性阳线，这个阳线呢是可以做多的，但是由于行情急转直下啊，它在周线级别完成周线下跌之后啊，试图日线级别反弹，但没有完成日线级别反弹啊，随之下来之后啊，做了一个将近2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2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这样构成了它在盘面上的一个错杀。2个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啊，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目前来看，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啊，在高位形成震荡的过程当中，依然感觉到啊，它的势头是比较强势的。所以呢，如果想参与多头的话 ，Waves 是可以进行考虑的，可以经常考虑的。它在这个位置上呢，做了小日线级别的震荡，如果能够调整到$8.2附近啊，可以在这里面布局。布局之后呢，你要设置一个止损，我认为是在7.8附近啊，7.8附近设置一个止损。毕竟呢，当前行情处在一个熊市的下跌阶段啊，反弹呢不构成反转啊，强势的啊，我认为在这轮行情当中还有机会。在这轮行情当中仍然还有机会啊！如果它在2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啊，能够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那它的目标位啊是会很高的啊，是能够达到$14到$15附近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